美國終於承認外星人存在了。這兩天，很多人可能都刷到了類似標題，因為就在2026年5月8日，美國政府突然放出了一大批 UAP， 也就是不明異常現象解密文件。注意，現在美國官方已經很少用 UFO 這個詞了，他們更喜歡用 UAP。為什麼？因為 UFO 聽起來太像外星飛船了，而 UAP 範圍更廣，可以包括空中、海上、太空，甚至跨界至異常目標。更關鍵的是，這次不是普通的小範圍披露，而是特朗普政府直接推動，由美國戰爭部、五角大樓、NASA、FBI、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等多個機構聯合公開，甚至還專門搞了一個新系統，名字非常長，叫不明異常現象遭遇總統解密和報告系統，英文簡稱 Pursuit。你沒聽錯，美國政府真的建立了一個專門公開 UAP 檔案的平台。於是問題來了，美國這是終於攤牌了嗎？外星人真的實錘了？還是又一次雷聲大雨點小？今天咱們就把這次事件從頭到尾拆開講清楚。先說最核心的一點，這次公布的東西規模確實不小。根據目前公開資料，首批解密文件大約160多份，涉及400多起事件，時間跨度從1940年代一直延續到2026年。裡面包括照片、視頻、軍方報告、FBI 訪談記錄、飛行員目擊報告、NASA 任務檔案，甚至還有阿波羅登月時期的宇航員通訊記錄。注意，這和以前零零散散放一點東西完全不同。以前美國更多是被迫公開，比如2017年《紐約時報》曝光高級航空威脅識別計劃之後，美國軍方才承認那幾個經典 UFO 視頻是真的。再比如2023年美國國會聽證會上，前情報官格魯什爆料美國可能掌握非人類技術。那時候美國政府一直是被輿論推着走，但這次是主動搞了一個統一公開平台。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美國政府第一次在制度層面承認，這些東西確實長期存在，而且值得長期公開研究。光這一點其實已經是歷史性變化了。但接下來很多人最關心的問題來了，這160多份文件裡到底有沒有真正炸裂的東西？答案是有一些很詭異，但還沒到實錘外星人的地步。這裡面有幾個案例特別有代表性。第一個是所謂的橙色光球釋放紅色小球事件。根據 FBI 和聯邦執法人員的記錄，2023年，美國西部某區域多名執法人員在黃昏時分看到天空中出現橙色發光球體。隨後，更離譜的事情發生了，這些橙色光球居然開始釋放更小的紅色光球，然後小球分散，大球消失。整個過程持續時間不長，但有多名目擊者。後來，美國異常現象調查辦公室 AARO 還估算，其中一個球體直徑可能達到12到18米。你注意，美國官方現在特別喜歡一個詞“未解決”，他們不會直接說這是外星飛船，但他們會告訴你，我們不知道那是什麼。而且不是普通人不知道，是美國軍方、情報機構、NASA 聯合之後仍然無法確認。這就有意思了，對吧？第二個案例更容易引爆大眾情緒。阿波羅任務檔案，這次公開文件裡出現了阿波羅11號和阿波羅17號相關記錄，包括宇航員通訊內容以及一些此前未被廣泛傳播的照片。其中有一張阿波羅17號照片最火，月球背景裡出現了3個呈三角排列的亮點，官方標注裡甚至提到可能存在物理目標。於是很多自媒體瞬間高潮，月球上真的有東西 ，NASA 隱瞞幾十年。但問題來了，這種照片能直接證明外星文明嗎？不能，因為太空攝影裡鏡頭反光、膠片曝光、宇宙射線干擾都可能形成異常光點。而且美國官方自己也非常謹慎，他們並沒有說這是外星飛船，只是說無法確認来源。這兩個詞差別巨大，很多人容易把無法解釋直接等同於外星人，但科學上這中間差着10萬8千里。因為不知道是什麼，不等於它一定是外星文明。舉個簡單例子，假如古代人第一次看到無人機，他也解釋不了，但那並不意味着無人機來自外星。所以你會發現，美國官方這次的策略非常微妙，他們一方面在提高透明度，另一方面又始終避免真正下定論。甚至特朗普自己都說了一句很耐人尋味的話：“你們自己去判斷。”這句話什麼意思？
翻譯一下就是東西我放出來了，但結論你們自己腦補。於是現在網絡上就出現了兩派，一派瘋狂興奮，認為美國這是在一步步軟公開，今天先承認有異常現象，明天承認存在未知技術，後天可能就正式承認非人類文明。而另一派則認為，這根本不是什麼外星人披露，而是美国政府的一種信息管理。什麼意思？因為这些年美國軍方其實壓力很大，無人機越來越多，高超音速飛行器越來越複雜，中俄新型裝備越來越難識別，大量軍方目擊事件本質上可能涉及先進軍事技術，如果全部解釋不清，就會形成一種尷尬局面。美國連自己空域裡飛的是什麼都不知道，這會影響軍方公信力。所以，與其被外界不斷質疑，不如主動公開部分未解決案例。一方面顯得透明，另一方面也能告訴公眾，這些東西確實存在，但我們也還在研究。你會發現，這其實是一種很聰明的政治處理方式。而且還有更現實的一點，美國公眾對 UFO 真的太感興趣了。根據近年美國多項民調，超過一半美國人相信宇宙中存在外星生命。甚至有相當比例的人認為，美國政府隱瞞了相關真相。換句話說，這個話題本身就自帶巨大流量。特朗普政府當然知道這一點，所以很多分析人士認為，這次公開既有透明化因素，也有政治傳播因素。但這裡還有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為什麼偏偏是這幾年美國突然對 UAP 態度大變？因為以前美國官方幾乎把 UFO 當都市傳說，現在卻開始認真研究。原因其實很現實。不是因為美國突然相信外星人了，而是因為现代傳感器太強了。你想想，過去幾十年，飛行員看到奇怪東西大多只能口述，但現在不同，紅外系統、雷達、衛星、多光譜成像、機載傳感器全都在實時記錄。於是美國軍方發現，有些目標真的很奇怪，比如突然靜止、突然超高速機動，沒有明顯推進尾焰，甚至能在海空之間快速切換。注意，這裡最關鍵的不是像外星人，而是這些現象可能涉及未知技術，這才是美國真正緊張的地方。因為如果這些東西不是美國自己的，那是誰的？如果也不是中俄的，那就更麻煩了。所以美國軍方現在對 UAP 的核心態度其實更偏向國家安全，而不是尋找 ET。這也是為什麼美國國會這幾年持續要求五角大樓提交 UAP 報告。因為他們擔心的重點是空域安全、技術突破和情報盲區，而不是科幻電影。很多人總覺得美國政府肯定掌握外星飛船，但從目前公開資料看，更接近現實的情況其實是，美國確實長期收集了大量異常案例，其中絕大多數後來都被解釋掉了，包括氣球、無人機、鳥類、光學誤判、大氣現象等等。但還有一小部分至今沒有足夠數據解釋。注意，是數據不足，不是確認外星人，這一點非常重要。美國國防部此前的報告也明確說過，目前沒有證據表明美國政府掌握了外星技術或外星生命。甚至前 ARROW 負責人肖恩·科克·帕特里克還公開潑冷水。他說，很多所謂高速移動的 UFO 視頻其實是紅外成像產生的視覺誤差。也就是說，現在最大的矛盾就在這裡。一邊是越來越多無法解釋的記錄，另一邊是始終缺乏決定性證據。於是，整個 UAP 問題就進入了一種特別吊詭的狀態。你不能說它不存在，因為軍方、NASA、飛行員、雷達都確實記錄過，但你也不能說它一定是外星文明，因為沒有任何一個案例達到鐵證如山的程度，沒有完整飛船，沒有外星生物，沒有可公開驗證的非地球材料，至少目前沒有。所以說到底，這次美國公開 UAP 檔案更像什麼？更像是美國政府終於承認這個世界上確實存在一部分我們暫時無法解釋的現象，僅此而已。但即便只是這樣，也已經足夠震撼了。因為過去幾十年，人類一直以為科學幾乎解釋了一切，可現在美國軍方卻公開承認，不，我們還有很多不知道。而這種不知道，恰恰是最容易讓人興奮的地方。因為未知本身就意味着想象空間，也意味着人類認知邊界可能還遠遠沒有到頭。最後我還是要問你一個問題，如果未來某一天美國真的公布了無法否認的外星文明證據，人類社會會發生什麼？宗教會不會震動？
國家之間會不會重新洗牌？人類會不會第一次真正意識到，我們其實只是宇宙中的普通文明之一？還是說，所謂 UAP 到最後只不過是人類技術誤判和心理投射的混合體？也許真正的答案才剛剛開始浮出水面。宇宙很大，人類很小，但是探索星辰大海，我們從未停步。喜歡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哦。